家好，欢迎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。相信昨晚很多小伙伴都在纠结一个问题，究竟是看湖南卫视的歌手2020，还是看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呢？不得不说，如今两大节目撞档属实罕见，而细心的朋友肯定也发现了，在王牌对王牌和歌手2020这两档节目里都有华晨宇的身影。蓝台和芒果是竞争多年的卫视老对手了。曾几何时，蓝台甚至凭借着《中国好声音》和《奔跑吧兄弟》第一季两大综艺，打得芒果卫视老大哥的位置险些不保。对于2020年的第一季度来讲，歌手和王牌是为数不多已经举行了多季的 IP 综艺，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，显然对于收视更具保障一些。非常心有灵犀的是，两大卫视都将这个 IP 综艺放在了周五晚上的黄金档，形成了同时段对垒的境况，并且非常重要的是，华晨宇是同为两档节目收视主心骨的存在。表面上看，华晨宇成为了两大卫视的共享宠儿，但实际上是非常悲催的。歌手是需要的是现场实力，多个曾经参与竞选的歌手都直言苦不堪言，需要在短短1周的时间内改编歌曲，并且还要练习制能够撑起整个舞台。李玟、韩红多个实力唱将都曾被累倒。华晨宇在参加歌手2018的时候已经表现过自己的改编能力以及诸多原创作品，再一起登上这个舞台，显然曾经拿出的菜不能够再次使用了。无论是创新改编力还是演唱曲目，对于华晨宇来说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好好的琢磨筹备。而与此同时，华晨宇还要加盟王牌对王牌5。王牌虽然是室内游戏节目，但是也是需要彩排和录制的，算上录制的时间和赶路的时间，这样一下来，华晨宇就没有更多的时间用来筹备歌手上竞演的曲目了。同时参与两档火热的节目，必将付出更多的精力。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强度下，华晨宇要坚持整整1个季度的时间，粉丝们着实心疼自己的爱豆。另一方面，歌手和王牌同时段播出，竞争收视的火药味十足，华晨宇夹在两大卫视之间，这种滋味颇为不好受，心疼华晨宇啊。作为当打之年主题的重头戏以及王牌对王牌的常驻嘉宾，说实话两边跑真是无奈之举。众所周知，华晨宇原本在2020年是没有参加歌手系列节目计划的，只可惜由于节目组强行官宣，最后华晨宇只能无奈受邀参加。在首期节目刚刚抵达长沙的华晨宇甚至还有点懵，直言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可见华晨宇确实档期排满，无意前往。但是作为艺人，身不由己的情况也很常见了。华晨宇既然选择了接受邀请，自然就会努力做好工作，因此我们也迎来了连续2轮的冠军表演，以及第3轮比赛中的亚军排名。不得不说，这位新生代扛鼎人的实力确实非凡，足以横扫同辈。不过在王牌对王牌和歌手2020接连播出后，不少粉丝表示华晨宇略显疲态，在录制节目时和旁边的人对话都有点心不在焉的，显然是连轴的工作让他身心俱疲。对于这样的花姨太也只能说一句保重身体，毕竟他后面还有演唱会要开，如果提前过度透支身体，很有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行程。但是有一说一，华晨宇确实业务能力极强，不管是王牌对王牌还是歌手2020，都展现出了非常精彩的表演。整场节目录制下来，存在感强烈，而且不像某些艺人过于尴尬找话题，我们似乎永远只会在需要花救场时看到他的出现。这种不争不抢但是却异常可靠的性格实在迷人。在这里也希望华晨宇能够多多休息。姨太认为身体还是很重要的，如今3场比赛表演下来，华晨宇已经完美的证明了自己，并不一定非要最后夺冠才算完啊。而且按照目前的处境，花夺冠与否都容易被黑。当然了，以上仅是姨太个人看法，想来以华晨宇的性格和实力，想让他中途离场是不太现实的事情。粉丝们除了心疼，也确实帮不上忙，祝他能够一路顺风吧。不过花也确实是一个负责任的人，他所做的时候是一定要把它做好的，并且在音乐上确实是有一定的造诣。从当初的不被人看好，再到如今的被人接受和喜欢，这个过程呢，并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经过了他的努力换来的。俗话说，努力了不一定会有好结果，但是不努力是一定没有结果的。
好在王牌对王牌节目中也有游戏的环节，相比下和体力有关的游戏是少数的，这样华晨宇在2档节目之间来回录制也会比较轻松点儿。但歌手的舞台可能压力更大一些，毕竟呢是一个音乐竞技类的节目，而且要不断的进行改编和创作。不过我想对于音乐鬼才华晨宇来说，只要是和音乐有关的事儿，对他来说都不算事儿。如今2档节目目前都在录制当中，这样的话花花的歌迷们呢就会感到很高兴啦。毕竟2档节目都在休假期间播出，可以好好的追个剧啦。也希望华晨宇能够在这2档节目中都表现出色，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和接受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